朋友们好啊！截止到今天呢，这款机构的3D 模型已经完全的 OK 了啊。之前大家可能一直没看懂这个机构到底干嘛用，我解释一下。咱们就是说通过这个凸轮啊联动，咱们让这个爪子去剥料。你看这个爪子它整个的动作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啊？它是这样下来，好剥一下啊，再上来，再回程，再下来，再剥一下。啊，这是一个做面条包装设备的一个老板啊，他把这一部分包给我啊。本来是用气缸的，气缸实现的不好啊，总是把面条打散，所以说他想把这一部分包给我，然后我就把这个做成模组，做成标准，对吧？其实不光是面条包装行业，其实很多情况下，只要需要剥料的情况下，对吧？这款机构都非常的实用啊。你说凸轮模组，它也是模组，对不对？模组就是说你得适用于很多的这种场合，就比如说，咱们有一个输送线啊，你比如说这个输送线呢，它要往一个方向去送料，比如说它往这个方向去送料。咱们想给它拨到另一条输送线，那么正常你可能就是说，用气缸去拨，或者用什么东西去拨，对不对？咱们这里就可以使用到凸轮模组。你用气缸推，其实有一个毛病，就是说你只用一个气缸去推啊，那么你气缸必须缩回去。你比如说这有一个输送线，对吧？你要给它对到这个输送线上啊，给它推一下。那么你正常气缸推的话，就是说你推到这儿，你就必须去挡住后边的。你后边的如果不挡的话，就跟气缸干涉了，对吧？你就开不起来。但是我这个是推完过后怎么样，抬起来啊，它有一个抬手的动作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款机构呢，它非常的实用。推完之后，它能抬起来，还可以干嘛用呢？如果说是这样用的话，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，有些情况下，就是说咱们就是说用一些机构啊，实现一个步进式的送料啊，就是物料放在上面，对吧？然后这样一个一个这样送过去，也可以用。我这个凸轮模组呢，它在这个行程上呢，是可调的。目前呢，只在 Y 轴方向可调 ，X 方向呢暂时不需要啊。主要是这个老板呢，他现在还不需要 X 方向可调。将来如果说想要把它生产成模组呢，尽量还是可调啊，就比较好一些。啊，咱们这个 Y 轴方向呢是通过螺杆去调的，就是说我去转这个螺杆，转这个螺杆的话呢，这个件呢它就会滑动啊，在槽里滑动，然后再配合这个梯形螺母啊，然后呢锁紧的话就是后面有一个螺栓啊，螺栓一锁紧的话，由于就是说这个红色的这个件和梯形这个滑块之间有1到2毫米的间隙，对吧？它俩之间就会夹紧啊，从而呢实现一个行程可调啊，就是说这个 Y 轴方向的这个运动幅度啊是可以调的。啊，总而言之，这款机构啊非常的实用。再比如说一些物料填充的场合，都可以用，是吧？你从这个方向看，它的运动动作是一样的。你比如说，我去填充物料，对吧？这样填往里塞啊，塞完之后抬起来啊，抬手的话它就比较快啊，这样的话它不会影响到就是后面的物料，是吧？你比如说后面的物料一直从这过，那么你要是说直去直回，是吧？这样的话太慢了，我去完之后怎么样？抬起来，你下一个物料到位，然后我再推。所以说这款机构很实用啊，我想把它做成一个模组。那么接下来的视频呢，我就是说跟大家分享啊整个它的出图的过程。那么每一个零件呢，从这个材质的选用啊，到加工的工艺，一直到这个零件为什么这样去设计，我都和大家去分享。如果说你是从事自动化行业的朋友，或者说你想要从事这个行业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入门，或者说你对你的设计能力和薪资待遇这方面不满意，想要提升，那我就给你提供一个机会。需要的朋友呢，可以在视频的评论区和结尾处看到我的联系方式啊，感谢大家关注。